特职业生涯9大经典战役，第一站北京奥运，回头望月。博尔特传奇职业生涯辉煌的开始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100米飞人大战，一个身高1.95米的巨人站在了决赛的起跑线前，他的出现给这场看似一边倒的100米对决增添了几分悬念。但此刻，全世界的观众将目光更多的聚集在第7道的鲍威尔身上。作为前世界纪录保持者，正值当打之年的鲍威尔，无疑是本届奥运会100米金牌的最有力争夺者。反观博尔特，尽管在几个月前刚刚打破鲍威尔保持的世界纪录，但作为刚刚转练100米不到1年的新人，他更多是以黑马的姿态作为挑战者出战。一场充满未知悬念的经典大战即将拉开帷幕。12年之后的再一次经典的100米飞人大战。第一道来自牙买加的弗雷泽，他是牙买加3剑客当中身材最矮小、动作速度最快的队员，他的体重将成为他中国赴考成绩的基础。第3道来自美国的戴维斯·帕顿，他在全美选拔赛当中一鸣惊人，他将肩负着挽回美国队尊严的这样的重任。博尔顿他做了一个剑指100米终点线的动作，谁也不知道这支箭到底能够飞多快。3025号是来自特尼达多巴哥的桑普森。第6道沃尔特·迪克森，他的起步速度像当年的猎豹米切尔一样快。第7道阿萨法·鲍威尔，他将在今天的比赛当中，在全世界的瞩目当中证明自己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第一人。第8道马克·博尔森，他是特尼达多巴哥田径接力队的领袖。第9道是来自河属安第斯群岛的马尔蒂纳，他在半决赛的优异发挥，也淘汰了本次比赛的最大热门之一泰森盖伊。一场改变未来10年田径格局的划时代战役即将开战，让我们屏住呼吸，一起见证这转瞬即逝的10秒钟。68，这是田径跑道上100米飞人决战当中的真正的巨人。9秒69，闪电霹雳划破长空，博尔特不可思议的再次打破世界纪录，一代天骄横空出世。他用回头望月的方式告诉全世界，9秒69还不是我的极限。最后，博尔特高举着他的黄金战靴，仿佛在告诉世人，这一切仅仅是一个开始。放眼历史，没有哪场100米对决能像这场比赛一样举世瞩目。人类历史上最激烈、最残酷，也可能是水平最高的速度大决战即将开始。人类历史上跑得最快的5个人，在自己巅峰时期决战回归完。世界纪录保持者尤塞恩·博尔特，新科世锦赛100米飞人野兽布雷克，大阪世锦赛3冠王泰森盖伊，奥运会100米金牌得主贾斯汀·加特林，全世界纪录保持者阿萨法·鲍威尔，5人的巅峰对决，开启了世界田径的黄金时代，也留下了一段难忘的激情岁月。当晚可容纳8万坐席的伦敦奥林匹克体育场座无虚席，全世界都在期待这100年不遇的100米速度大对决。大战一触即发，盖伊德执掌档位，挥至 S 档待命，加特林气得来回踱步，怒发冲冠。莱恩贝利挥舞双臂，提神打气。反观博尔特和布雷克的表情，却犹如死神降临般宁静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屏住呼吸，在杨杰老师基层的解说中玩的东西。如果你单身又喜欢玩，试试左下角这个，里面可以邂逅清纯、高冷、魅力、知性、性感等各类美女，还能培养她们成为你的专属女友。根据不同类型女友，还会触发不同的恋爱体验。点击左下角试试吧。9秒64，博尔特还是这种无敌的状态。博尔特赢得了这枪速度大决战。9秒63，博尔特再次打破奥运会100米纪录，夺得金牌。布雷克9秒75夺得银牌。这个成绩除了100米无火，再也没有人能够触及。加特林9秒79摘得铜牌。这是人类100米史上最巅峰一战，放肆派3大高手齐聚柏林蓝色跑道，他们分别是放松跑创始人泰森盖伊、放弃跑第一人阿萨法鲍威尔以及放水跑大师尤塞恩·博尔特。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，比赛还没开始，连续吃了3个月海参的盖伊哥放出豪言，如果博尔特这小子能跑进9秒60，那我挂档哥也可以。博尔特听到后噗的一声笑了出来。所有担心盖伊哥尴尬，用手捂住已经咧开的嘴。反观鲍五哥处理事情的老道多了，一张号码牌把嘴堵得严严实实，这样就没人看到他笑没笑了。就当所有人都称赞5个高超的情商时，博尔特决定不装了，看牌了，直接对着屏幕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名言：关注高哥不迷路，高哥带你上高速。好家伙，还挺押韵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有请杨健老师给大家介绍参赛选手。第一道来自英国的钱伯斯，他也需要这样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。第2道是特立尼达多巴哥的领军人物马克·伯恩斯。第3道来自安提瓜群岛博尔特最好的朋友丹尼尔·贝利。第4道在北京奥运会上创造3项世界纪录，被誉为超人的尤塞恩·博尔特，闪电之翼，看看今天能不能划过柏林夜空。第5道2007年世界锦标赛100米、200米双料冠军美国名将泰森盖伊，他在全美选拔赛当中曾经在超风速的情况下跑出过9秒68。第6道阿萨法·鲍威尔，虽然在07年之后鲍威尔的状态并不是很好，但在今年他已经多次跑到了9秒80。第7道来自美国的大卫·佩顿，他是所有选手当中表情最严肃的一个，他希望能够和泰森盖伊一起形成一股团队的力量，面对牙买加人的挑战。
第8道来自特尼达多巴哥理查德·汤普森，北京奥运会上男子200米的奖牌获得者。接下来让我们停止解说，重回2009年柏林世锦赛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现场。世锦赛的刀锋之战，闪电对决一触即发，就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激动人心的时刻。比赛开始，博尔特的启动和带一，向前并驾齐驱，博尔特在50米冲到了前面，轻松的获得9秒58，9秒58，博尔特不可思议的再次创造了人类奇迹，9秒58，没有人知道博尔特有全力发挥会跑出什么样的状态，他真的是在飞，而不是在跑。在柏林的苍穹下，博尔特在蓝色的跑道上飞了起来，闪电之翼划过柏林夜空，9秒58，他真的跑进了9秒60。这场速度对决应该说一定会被载入史册，人类极限再次提高。9秒58，博尔特再次定义人类100米极限。与此同时，盖伊哥9秒71，喜提史上最强亚军，鲍勃哥9秒84摘得铜牌。这个成绩放在今年的游街世锦赛上，妥妥的金牌。博尔特职业生涯9大经典战役第4战，生吃贝利。布雷克果然是更快一些，最后一棒完贝利对尤塞博尔特。这是田径赛场上最经典的一道名菜。莱恩贝利怎么也想不到，退役多年，竟然在遥远的东方还流传着自己的传说。2012年伦敦奥运会田径项目的压轴大戏，男子4乘100米接力的终极对决，在全世界1万观众的翘首以盼中拉开了帷幕。对决冠军之争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。过去的4年，由于博尔特的强势崛起，牙买加接力队2破世界纪录，3夺接力金牌，将美国人保持的奥运会纪录、世锦赛纪录、世界纪录统统刷新。除此之外，在男子100米、200米项目上，美国队派出的各路高手被牙买加人轮番在地上摩擦了好几个来回。面对博尔特的回头望月，布雷克的赛道嬉戏，鲍威尔的被动加速，美国人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。本届奥运会，美国队派出了近10年来的最强阵容，学会挂挡的盖伊，竭尽归来的加特林，步入巅峰的贝利，他们是要在今晚一雪前耻。作为美国队的老大哥，加特林谦虚地把第4棒让给了大冤种，不对，是大兄弟莱恩贝利。他认为他和盖伊哥的2-3棒组合能够为贝利积攒足够的优势，从而完成对博尔特的绝杀。一场即将载入史册的大战拉开了帷幕。比赛开始，出发之后，大家的启动反应都非常快。内萨尔卡特在前面处于领先，美国队吉蒙斯也毫不示弱。看到第1、2棒的交接，美国队的第2棒是贾森·加特林，麦克弗拉克紧随其后，美国队领先。看看第2、3棒的交接，谁的交接棒更顺利，将会完成最后的绝杀。牙买加队的第3棒是布雷克，美国队的第3棒是泰森·盖伊，势均力敌。第4棒的决胜，布雷克果然是更快一些。最后一棒完贝利对尤塞博尔特，博尔特出发了，全力冲刺，看看冲过终点的时间是多少，全力加速，36.85，新的世界纪录，人类再次跑进了37秒，人类的集体速度再次大幅度的提升了，36秒84啊！太好了，36秒84，牙买加队第3次打破接力世界纪录。其实当莱恩贝利和博尔特同时接棒的时候，比赛就已经结束了。就像这3分钟的视频，你能看到这里肯定是高哥的老粉了。赛后，当博尔特提出想收藏这枚创造历史的接力棒时，裁判拒绝了。拒绝的理由很简单，因为他也想收藏。博尔特职业生涯9大经典战役第5战，迈克尔·约翰逊站起来了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博尔特横空出世，回头望月的经典画面定格了人类100米新的极限。谁也不知道这个来自火星的年轻人会在接下来的200米赛场带给全世界怎样的表演。200米作为博尔特的主项，夺得金牌没有任何悬念，唯一的悬念就是他能否打破迈克尔·约翰逊19秒32的世界纪录。赛前，迈克尔·约翰逊本人亲临鸟巢，他将同鸟巢9万观众一起见证博尔特创造历史的时刻。接下来，高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参赛选手。第2道是来自上尼斯威尼斯群岛的吉姆·柯林斯，作为小体重快步频素食主义者，他在田径项目上取得的成就令人敬佩。第3道是来自英国的马尔科诺，他之前是一名专业的足球运动员，由于经常吃海参，导致跑得越来越快，成为了英国100米飞人。第4道是卫冕冠军西文克劳福德，即使面对超人博尔特，他也不会轻言放弃。第5道是津巴布韦的金加伊，第7道是荷兰选手马尔蒂纳，第8道是美国选手迪克斯，第9道也是来自美国的斯皮尔蒙。他为了这场比赛削发明志，是要挑战博尔特。8位世界顶级高手蓄势待发，接下来让我们屏住呼吸，一起重温这场载入史册的经典战役。19秒31，领先第2名10米的差距，再次打破了世界纪录。19秒30，博尔特再次创造了人类新的极限。迈克尔·约翰逊再也坐不住了，他激动地跳了起来。赛后，鸟巢9万观众为博尔特合唱生日歌，这或许就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。博尔特表示，这将是我终身难忘的回忆。我爱鸟巢，我爱北京。